在古老的时代，大地上的五谷和杂草混杂生长，草药和花朵在一起绽放，让人分不清哪些是美味的食物，哪些是能够治病的神奇植物。在这个时候，人们的生活靠打猎和采集为生，一旦受伤或生病，就只能束手无策，任凭命运摆布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部落的领袖神农氏心痛于百姓的疾苦，决定亲自踏上寻找草药的征程。他带领着几个忠诚的臣民离开了家园，向着西北方向迈进。整整49天后，他们终于来到了一座高山脚下。那座山高耸入云，峭壁陡峭，但神农氏并没有因此而气馁。他率领臣民砍伐树木，割取藤条，搭建起攀登的架子，顺着崖壁向山顶攀登。一到山顶，眼前的景象让神农氏欣喜若狂。漫山遍野的花草一生辉，他意识到这是发现草药的绝佳之地。他吩咐臣民们提高警惕，防备着山上的野兽，然后亲自带领他们开始采摘草药。白天，他们一起探索山野，品尝各种草药；夜晚，围着篝火，将白天的收获仔细记录下来，哪些味道苦涩，哪些散发着热气，哪些凉爽清新，哪些能填饱肚子，哪些能医治疾病，所有的一切都被记录得一清二楚。然而，这项任务并不轻松。神农氏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品尝草药，有一天甚至中毒了70次。有一次，他刚将一株草放进口中，便感到头晕目眩，最终昏倒在地。臣民们急忙将他扶起，但此时的神农氏已经无法言语，只能费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指向眼前的一株灵芝，然后指向自己的嘴巴。明白了他的意思，臣民们急忙将灵芝送入他口中。不久，神农氏的毒发解除。自此，人们传颂着灵芝能够使人起死回生的神奇功效。尽管周围的人们劝说他放弃这危险的尝草之旅，但神农氏却义无反顾。他心系黎民百姓，怎能退缩呢？于是，他继续不懈地探索一座又一座的高山，直到749天后，他终于探索完毕，找出了365种草药，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。岁月流逝，神农氏渐渐老去，直到有一天，白鹤从天而降，将他带往天庭，结束了他不朽的传奇。